首宗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周二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均罪成。在经过周四的辩方求情后，周五下午，香港高等法院宣判了最终结果，判处唐英杰即时监禁9年。香港高等法院在判决中表示，唐英杰因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成立，合共即时监禁9年，部分刑期分期执行。另外，吊销唐英杰驾驶执照10年。根据香港国安法，煽动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者可被判5至10年监禁，情节较轻者可被判5年以下监禁、拘役或管制。至于恐怖活动罪，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令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或者10年以上监禁，其他情况可被判处3至10年监禁。针对分裂国家罪，法官在判词中表示，考虑到唐英杰是单独犯案，无明确计划向公众展示如何分裂国家，不是同类罪行最差，决定以6年半作为量刑起点，判处6年半。而针对恐怖活动罪，判词认为，被告要以恐怖活动危害公众，达至政治目的，应该被谴责和惩罚。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然而，面对高悬的利剑，唐英杰却于2020年7月1号驾驶插着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港独”标语旗帜的电动车，冲越3道警方防线，并导致3名警员身体受到严重伤害。3名国安案件指定审理法官在聆讯后，周二作出裁决。法官表示，唐英杰展示相关旗帜，有意图将分裂国家的意思传递给其他人，有意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同时，唐英杰冲向警方，是刻意挑战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行为涉及严重暴力，是危险活动，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给社会带来严重伤害。其有关行为是想恐吓公众，以达到政治目的。唐英杰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及恐怖活动2罪罪成。随后周四，辩方进行了求情。港媒报道，辩方声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定名，案情较轻，可判5年以下的监禁。该案无显示任何人受伤祸，只是一名男子驾驶电单车高速展示一支含有分裂国家意思的旗帜，认为案情较轻。香港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員湯家華認為，此案關鍵在於是否早有計劃。案情嗰方面咧，其實呢件案都有佢嘅獨特嘅地方。個獨特嘅地方咧，就係呢個被告咧，其實係早有預謀嘅。佢係揀咗7月1號呢個日子去做呢件事，透過騎電單車行一個特別嘅路線，去吸引社會最大嘅關注。咁所以呢一點咧，就同一般嘅示威嘅時候，有人情緒高漲，即興地去嗌一啲口號，係有唔同嘅。作為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涉及該法的第一案，唐英傑案的最終判決引發極大關注。香港特區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接受深圳衛視直新聞專訪時就表示，相信這一宗案件的判罰具有標誌性作用，對於將來企圖去犯同類罪案的人會有很大的阻嚇性。還有分析認為，這第一案的審理判決不僅能對公眾施以解惑，還能為接下來其他涉及國安法案件的審理提供重要參考案例，從而有效推動案件審理的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次審判，多國媒體也嗅到不同尋常信號。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在報道中稱，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庭裁決。作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的首次審判，唐英傑案被廣泛認為是未來香港國安法如何在法庭上實施和解釋的試金石。路透社則表示，這項裁決對國家安全法如何重塑香港普通法傳統影響深遠。第一個呢，指標性意義是它明確認定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帶有分裂國家的意涵，是港獨口號。第二個呢，由3位指定法官組成審判庭，審理國安法案件的這種模式，符合了這個香港國安法案件保守國家秘密的這個要求。另一方面呢，也有效地排除了社會上一些輿論雜音的干擾，保持了這個公平審判。第3個意義呢，指標性意義就是說呢，定罪量刑，顯示出香港國安法是有法律震懾力的，是有牙的老虎，違反了香港國安法是要被追究法律責任的。該案的3名指定法官為彭寶琴、杜麗冰及陳家信，這也是香港特區高等法院首次在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指示不設陪審團之下審理刑事案件。實際上，該口號由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梁天琦在參加2016年立法會補選時提出並使用。
而本土民主前线正是2014年香港非法占中运动后成立的港独组织。根据香港特区警务处的一份相关统计报告，2019年6月9号至2020年7月1号期间，有218天的示威活动中出现了光石口号。香港时事评论员冯伟光周五发文表示，光石口号此次被裁定有煽动分裂国家的意思，日后若有公开展示、公开呼叫、撰写文章倡议光石口号，以这次案例做依据，是极可能入罪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此前接受港媒采访时也表示，此次判决明确了这样的口号是具有煽动分裂国家含义的。香港保护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也是有界限的。日后再喊光石口号的人，无法再以言论自由为借口狡辩了。令人震惊的是，在3名法官周二下午判处唐英杰2罪罪成仅2小时后，竟有不法之徒透过致电司法机构进行恐吓。港媒报道，一名男子就致电杜丽冰法官，该来电被接至一名职员后，涉案男子随即破口大骂杜丽冰：“我会放炸弹炸你。”其后，男子又极其嚣张地威胁另外2名法官，叫嚣：“我会斩死你们，将你们放血。”可谓穷凶极恶。实际上，自2019年6月至今，在香港恐吓法官及法官被起底的情况多次出现。港独分子妄想用如此违法行径去对法官施压，从而得到他们心目中想得到的脱罪裁决或轻判。对此，香港职业大律师龚敬怡指出，如果电话滋扰的程度很大，也有机会触犯香港国安法，触犯第22条中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龚敬怡指出，这条控罪的最高刑罚是10时入狱10年。不管是刑事恐吓控罪，还是香港国安法下的控罪，任何人士以身试法都将付出代价。相关话题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田先生你好，香港国安法首宗案件下午判刑，被控2项罪成的唐英杰被判监禁9年。那么您对于宣判量刑结果怎么看呢？唐英杰案是香港国安法第1案，那么基本的案情呢是清楚的，辩方的这个求情呢是避重就轻，单方面的去强调，被告行为人在现场时的这个行为影响偏轻，并且呢有悔过的这个情节。那这些方面的因素呢，是并不足以去抵消，或者说去使法官在权衡的时候呢，回避掉在去年7月1日被告行为现场所产生的严重的煽动效果。因为7月1日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日子，是特区成立的纪念日，也是国安法实施的首日。那被告的行为呢，带有严重的挑战、否定跟蔑视特区宪制秩序、国家安全以及香港国安法的性质，所以呢，法官认定煽动分裂国家罪成，并且呢判刑这个在6.5年，那么表明情节这个较为严重。对法官求情的这个2个罪名的这个刑期同期执行呢，那么应该说这个法官酌情做了一定的考量，但是并没有采纳，而是部分刑期分期执行。这样的这个量刑的决定呢，体现了国安法的法律的威慑性以及这个裁判的公正性的结合。那么法官的相应的定罪跟量刑也体现了国安法在香港司法程序当中严格的法治标准跟正当程序，给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释放一个国安法那么法治意义的一个标杆跟积极信号。那么在您看来，首案审理判决有何指标性意义？对后续案件审理又有哪些影响呢？那么唐英杰案呢，那么虽然案情比较简单，但是呢，它前后经过了1年多的司法程序。它实际上就使得国安法上有关罪名的条文解释、保释、证据的标准，还有在这个相应的这个定罪量刑上的这个具体化，国安法的这个成文条文与香港普通法之间的这个结合，应该说整套流程展现给香港社会跟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就是说，国安法完全可以在香港司法程序当中得到准确的适用，并且符合严格的法治标准和正当程序，香港社会跟国际社会应该充分的信任。那么这也就相当于是间接的证明了，或者说是间接的这个表明，那么国安法呢，实际上是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跟香港法治秩序的一个维护。
它就打破了对国安法的污名化，以及外部势力借国安法名义制裁香港跟制裁中国，那么相应的这个理由上站不住脚。那么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对于香港重回繁荣稳定、树立法治信心很重要。那么其次呢，我觉得这样一个判决呢，应该说也对香港社会具有非常明确的法治教育意义。那么特别是将其中的一个典型的这个政治口号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判定为具有港独倾向以及煽动分裂国家的这个法律效果。这实际上对于由修例风波以来经由黑暴势力所炮制的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口号煽动性的这个言行的法律性质呢，应该是一个规范性的精准的这个澄清，从而对类似的这个言行今后的这个法律责任、法律适用以及相应的这个司法裁判的这个取向，那么是一个指导性、这个约束力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那么这个能够对其他国安法官审理类似国安案件呢，起到一个这个指南的作用。那么再其次呢，我觉得这样一个判决的话，本身是有威慑性的。尽管这个法官考量到了这个被告的有关悔罪的情节跟该案情或者危害，那么这个相对这个可控的这样一些情况，而做出了这个分别这个量刑以及这个合并刑期，但实际上这个9年的这个刑期呢，仍然具有国安法上的这个威慑性。那么任何尝试以各种方式去危害国家安全、煽动分裂国家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等等的这个行为呢，都会在国安法的司法程序当中呢，那么这个承受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比这些行为人既往的这个预期显然要沉重得多。那这表明这个在国安法之下，香港的司法权开始这个重新调整在抗争者权利与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之间的司法权衡的这个公式，使得相应的行为呢，必须要付出相当沉重的法律代价，从而使判决的这个阻吓性、威慑性大大提升。那这在唐英杰案判决当中呢，相对而言是得到了体现的。好的，谢谢田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